各位朗学院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那么我们来到了第22周，第22周呢，郎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曲子呀，是门德尔松的《无词歌》OP67的第2首。这首作品呢，在姜文导演的电影《你行你上》当中呢，应该是第2首出场的啊。这个影片当中呢，有一段啊是描述寒来暑往啊，就不论什么季节啊，这个郎的父亲呢都带着他啊骑着摩托车啊出去学琴，然后四季的变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美的设置。那我们就刚好呢这一周呢来介绍一下门德尔松啊，来作为一位音乐家，我们怎么样去理解他。那门德尔松呢，其实跟很多音乐家的背景啊，都不太一样啊。他可以说是一个富二代啊。他呢是出生在德国汉堡的一个富裕家庭啊。汉堡呢基本上是德国最北边的一个大城市。然后呢，它是可以说是也是德国的一个文化中心啊。因为德国有很多个文化中心，像柏林啊、慕尼黑啊、莱比锡啊、法兰克福啊、海德堡啊等等啊。汉诺威啊，那么汉堡呢应该是德国北部最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它有很丰富的这个航运资源啊，因为呢汉堡呢往北走就进入了这个北海啊，就是这个易北河也是一个入海口。然后呢门德尔松啊，他的祖父是个哲学家，还是个挺有名的哲学家。然后他父亲呢是一个很成功的银行家。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欧洲啊，有很多犹太人是从事这个金融行业的。门德尔松呢，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很成功的银行家，所以他的这个家庭啊，条件非常好啊。那么这个优越的家庭环境呢，就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所以呢，门德尔松他不光是一个音乐家啊，他的这个文学水平。他的语言的能力啊，以及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水彩画家，就这样的非常优渥的家庭环境呢，就让他从小啊就能够接触到欧洲最顶尖的文化和艺术。那门德尔松的音乐天赋是非常令人惊叹的啊，就是大家都称他为德国莫扎特。他9岁啊就开始了首次的公演，然后12岁呢就开始创作交响曲啊。那莫扎特是7岁啊，莫扎特12岁已经开始写歌剧了。然后门德尔松17岁呢就写出了他特别著名的作品，到今天都非常脍炙人口的《仲夏夜之梦》啊。然后呢，这个《仲夏夜之梦》呢，当然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同名的戏剧《仲夏夜之梦》。这部作品啊，其实至今啊都是音乐会的常演曲目啊。可以说呢，莫扎特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出色的这样的音乐神童了。但是门德尔松呢，他不仅仅是一个神童啊，他是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他精通多国语言，擅长绘画和文学。这种全面的修养呢，让他的音乐创作啊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啊。更加难能可贵的呢，他这个人呢性格非常的温和的谦逊啊，待人呢也是非常的真诚的友善。他在当时的音乐圈子里面是非常的广受爱戴的，就是人缘很好啊。那么作为作曲家呢，门德尔松他也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的作品啊，他有5部交响曲。然后呢，2部钢琴协奏曲，1部小提琴协奏曲，它还有双钢琴协奏曲啊，还有什么清唱剧啊、室内乐啊，这各种钢琴的独奏作品非常非常多，他都有建树。那么作为一个指挥家，他应该说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他让巴赫的音乐重新焕发了生机啊，就是他是挖掘了巴赫很多没有公布于世的作品啊。他在1829年呢就指挥演出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么到了今天呢，马太受难曲已经是古典音乐整个文献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了。因为门德尔松的挖掘，巴赫的这个马太受难曲这部杰作啊，才在沉寂了近100年之后才重新回归了公众的视野。那么作为钢琴家呢，他的演奏技巧也是非常的精湛且富有诗意的啊。他年轻的时候还经常跟李斯特啊，钢琴之王李斯特在沙龙当中啊斗琴打擂台啊。但是呢，这位天才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啊，就是门德尔松去世的时候呢38岁，他是1809年出生的，1847年去世的啊。虽然他的生命非常短暂，但是他留下的音乐的遗产呢，却是可以说拥有永恒的光辉啊。那么在门德尔松的众多的作品当中啊，就是郎老师讲的这个无词歌，它其实是一类作品，这类作品是非常特别的啊，就是无词歌 Songs without words 啊，德语叫这个 Lieder ohne Wort。 门德尔松呢，可以说他是无词歌这一种题材的钢琴作品的发明者啊。他是从这个1829年到1845年期间呢，他陆续创作了48首无词歌，分为了8册去出版。
这些作品啊，现在已经成为了钢琴学习者和音乐爱好者的必弹曲目了。无词歌这个名字呢，听起来有一些矛盾，对吧？歌怎么能没有词儿呢？但这个恰恰就是门德尔松的巧妙创意了。他想要创作一种新的钢琴音乐，它像歌曲一样优美动听，情感丰富，但是呢，又完全可以由钢琴来演奏，它不需要人声的演唱，所以它就不需要歌词。那么在门德尔松之前呢，钢琴音乐大致分为几类，对吧？有注重技巧展示的，像是这种炫技型的练习曲，还有这个结构宏大的、很复杂的，像是奏鸣曲、变奏曲、协奏曲啊，还有一些这种小品啊，像什么小步舞曲啊、圆舞曲啊、波尔卡呀、波罗奈兹啊等等，对吧？虽然也有一些抒情小品，但是还没有人系统的创作一种专门让钢琴来唱歌的音乐形式是没有的啊。那门德尔松呢，他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空白啊。19世纪初期呢，这个家庭音乐的生活非常流行啊，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啊都有钢琴。那人们呢喜欢在家里面弹琴唱歌啊，艺术歌曲啊在德国是特别受欢迎的啊。那么舒伯特呢，他作为歌曲之王，他创作了数百首动人的艺术歌曲。那么门德尔松想，那能不能让钢琴独自承担起歌曲的表达任务呢？让那些不会唱歌或者家里没有歌手的人也能够通过钢琴感受歌曲的魅力呢？那么无词歌就诞生了。那如果你听过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它真的很像歌曲。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是清晰的旋律线啊，无词歌最大的特点就是旋律是非常清晰、流畅且易于记忆的，就好像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它会有一个让人忍不住哼唱的主旋律一般啊。每一首无词歌都有一条优美的旋律线去贯穿始终。那这条旋律呢，通常在右手的高音部啊，就像是歌手的声线。比如最著名的《春之歌》啊，那个轻快跳跃的旋律啊，仿佛是这个春天的鸟儿在歌唱啊。再比方说这个威尼斯船歌啊，摇曳的旋律呢，它就让人想起威尼斯的这个水城的贡多拉船呢，在波光中轻轻的摇晃。除了清晰的旋律线啊，这无词歌还得有这个伴奏肢体的运用，就是像艺术歌曲当中钢琴为歌手伴奏一样，无词歌的左手啊，当然有时候也包括右手的内声部，就好像郎老师讲的这个 OP67第2号，你得把右手拆成2只手，对吧？大拇指跟食指是要参与伴奏的，中指、无名指跟小指呢，它是负责把这个旋律给它演奏出来。无词歌的左手有时候包括这个右手的内声部啊，它也承担着伴奏的角色。这些伴奏它并不是简单的和弦，对吧？就跟你弹民谣吉他不一样，就民谣吉他很简单，对吧？你左手抡2下弦，就是弹不同的和声伴奏，这个是很初级很基础的伴奏。但是呢，门德尔松的无词歌它的这个伴奏它是精心设计的，它有非常精巧的音型，他们就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音乐形象